然则前世坐断东南，于今近100年，传习武王，其统序大政，兵马钱粮，俱自成一统。如今江南事已毕，吴越之事，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。二郎觉得呢？吴越虽为藩镇，是朝廷，却历来恭敬。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，更与陛下有旧。东南13州安定富庶，实赖其力。臣弟以为，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。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，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。朝中纵有所意所图，亦当谨慎持重。大战方息，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。你们呢？都说说。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，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。丁某之事，前王基于义愤，事出有因，并无跋扈之意。臣观吴越之兵，临阵殊无怯色，行军时法度颇严。金陵之事，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，亦不至有此惨事。依尔等观之，若要取13州之地，须得多少兵方能足用？臣不敢欺瞒官家，吴越非江南可比，非得30万兵不可。仲勋呢？20万精兵，或可一试。如此看来，国华之才竟不如仲勋。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，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。打成一片白地。逆诏，召前王入朝。主簿，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，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？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，南征之时坏了事，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。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，不肯夺他性命。对这等人，轻不得，也重不得。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？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越，奉知州札命，特地在此迎候。眼见着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，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。有次不知死，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。当年陈乔义，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。是，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，待到日后思及旧事，终归是要召我们回京的。是。喝酒。
哎，什么酒量？离世国除，天子此时召大王进京，其意恐有不善。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，若大王退位搪塞，恐怕遗其口实。诏书出京之日，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。哎，那不至于。江南之役，大王亲冒矢石，有功无罪。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，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。书生之见，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。先前在南唐李氏身上已经用过一招，若是不去，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。若是去了，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。南唐灭国后，南方藩镇仅余大王与泉州陈洪敬。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，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，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。此番公然下诏相召，其用意殊难意料，去与不去，各存利弊。大王须慎思之。阿俊若是再为监国，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？甄师伯，当真无碍的吗？臣不知道，大王恐怕也不知道。若大王和王妃居留京师，世子需做好全摄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。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，你会后悔吗？自阿舅、阿兄归养之后，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，往来的商船，要么直入钱塘，要么转播去台州的博弈坞。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，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。倒是也不坏。没了黄龙社，也没了黄龙旗，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。黄龙岛这个名字啊，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再奢豪的歌舞宴席，终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。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，早就破败了。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，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。桃花岛，好听。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丘宫口误，唤黄龙岛为黄花岛。哎，这一眨眼
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一别近30年，一直倒还是这般清瘦。从乱世走过来，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。我东南鱼虾肥美，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，放一任东南的外父，如何？大王为一国之君，须知王者无戏言呐。愉快置酒，岂一个仙字了得？你若肯来，姑当亲为庖厨。君有赐，不敢辞。天气有些炎热，大王可是身子不适？无法，就是想起些旧事。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，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内头，并非有意怠慢大王。亲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道。城中10余万人家，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。不要说亲王宰相，便是天子六军，也不敢与其争道。都说肉食者鄙，却不知自古志士、明君贤相、骁衣干时，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。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？如何能忘？有庇护众生之德者，方是真菩萨。当年开运之乱，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，法名唤作慧明。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，一手烧猪肉，却是烹得鲜甜软糯，入口即化，京师内外远近闻名。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，须得提前月余相约。今你的世门不结婚吗？难配佛法竟如此不同。他只烹，自家是不做事的。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，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。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，恭迎大王觐见。臣等参见大王。臣吴越前处，不敢当。陛下口诏。臣前处后诏。半身衣甲半身台，连横阡陌菜花开。故人缓缓归何处？昔日前郎今又来。请晋王代奏天子，加翁先武肃王有训，待陌上花开之时，可缓缓归矣。大王，可识得此曲？万年欢。任双金五马，
飘转南北。绿柳干塘都是使君亲之。九哥，以为如何？晋王太谦了，千处当不起。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王毅当时年方8岁，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。天下英雄前九郎，这一阙万年欢，九哥若当不起，天下谁人当得起？人好多呀，陛下仁德。上一遭来时，还是满目疮痍。九哥上次来，城内满打满算不过8、9万丁头，再加上入城躲避兵灾的流民。去年9月，3司户部上奏，东京民户、军户合计98236户，丁口825577，较开运4年涨了足足10倍有。28年，兔走乌飞，元朗兄不容易。晋王为开封尹，也不容易。得九哥一句不容易，小弟足慰平生。阿娘阿南，凡事务须仔细，此行恐有不善。怎么了？奏乐的是引农职，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。曲词的最后一句是“攻城了，却引东山”，算违规贺相识。东山，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下吗？天子这是告诉阿爹，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，是所谓攻城。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，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相识；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，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，便难说了。花开得真好。笑得也好。二位大王，请下马吧。天子在崇德殿相候。陛下有旨。陛下有旨，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尽忠骑马，见履上殿。此非人臣之礼，臣前处不敢奉诏。九哥，勿下马。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？九哥祖父3代，替朝廷安抚东南，赡养黎庶，有大功于国家。陛下常言，若无前世，则东南13州70年之太平，不复有矣。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尽忠骑马，见履上殿，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，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70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。来。
下有敕，今日长朝由王相公押颁，宣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图鉴。臣奉诏。我想去看看。九哥在这殿上，刀子都动过了。这“剑履上殿”4个字，29年前便已实至名归了。臣前处不必拘礼，自己找地方坐。阿兄缺了长朝，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。啊。尝尝，多谢阿兄。不是这柄刀子吧？那把鱼吻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。谢陛下。手艺如何？陛下亲见了。29年了，这里竟然一点也没变。这些年，天下的藩镇一个个都削了，南汉、南平、南唐、巴蜀，尽服亡化。这管驿
已有10余年不曾用了，还是因着前王进京，陛下专程颁下旨意，划拨了8000民的专款，这才将东面的院子整饬一新。官家有心了。冯令公薨逝以后，子弟们不成器，家中族人都迁回了原籍州县。相国寺东的那座府邸一直空着，京城的宗室公卿无止皆不敢见战。去岁曾有朝臣上表，请为前王在京师赐地，表彰被陛下留中，否则此番进京，王妃与大郎君便可不用再住着馆驿了。冯令公的宅子，大王是断不肯住的。天波门内，右翼军巡乡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景的院子，院子里还有一座5层高的楼台。开封府右厅户册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秀，那是你家的宅子吧？李贤芳在南城，出入营生不大便利。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。怕是那韦敏侯也不愿与九哥做邻居。只可惜院子修得再好，一时半会儿怕也住不进来吧。纵使天遂人愿，奈何人心叵测呀。九哥有何难处？现在就我兄弟3人，不妨直言。这一朝又一朝，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？1约税赋，2约世家，3约钱币。天下所患者，难道不是北汉和泉州吗？世子聪慧，能知天下大事。当今天下，尚自外于王化者，北汉刘氏、泉州陈氏，再有就是我吴越钱氏。此为天下之事，却非天下之患。学生不解，请先生为学生解惑。周烈王2年，周太史丹建秦献公元，使周与秦国和而别，别500载复合。孟子谓滕文公曰：“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”这2句话的意思是，天下之事为分、合、治、乱4字而已。少时开蒙，慎夫子也讲过这4个字。春秋列国纷争是分，秦汉九州一统是和，汉末3国鼎立是分，司马氏统绪归晋是和，文景、明章、贞观、开元是治，桓灵、大业、安史、黄巢是乱。自唐末黄王倡乱，至今已有100年，乃历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5代，分南吴、南唐、南平、南楚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闽国、北汉及我吴越，并称10国。而今诸国皆亡，闽国国号已除，只余下泉州陈洪进一脉坐地自守。诸侯各国，如今也只剩下北汉刘氏和我钱氏了。刘氏据河东，钱氏断东南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却又有何不同？河东号称表里山河，地极民平，所谓12州之地，人口赋税不及
东南之12县。而刘氏能窃据至今，实则不在刘氏自家，而在契丹。是了，昔日父王与元相公议政也曾说过，若无辽国在北面称雄，区区北汉不足当中国之一扫。那我吴越呢？世子须知，自武肃王立国至今，传续5代，留下了煌煌祖训：识时务，修共事，事大国，夺得利，养梨树，待斟酌。吴越权势近100年来，从未曾自外于中国，故而在朝廷眼中，吴越与北汉是不同的。天下之事，学生已然明白，可又不知何谓天下之患。天下之事，所谓分分合合，实乃治乱之果；而天下之患，所谓钱币、税赋、世家，乃治乱之源。税赋乃是国家财用根本，为何反成了天下治乱之源？朝廷的税赋现在分为3大项：户赋、田赋、杂赋。这些年，为了滋养人口，各州县的户赋，阿兄是常年夏诏捐免的。至于田赋，为了鼓励垦荒，两税法的夏秋2季全都并到了秋季里。倒是杂赋这一项，自从莱州开了榷场，中原没了嫔灾，日渐有所进益。单论起来都是小项，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项。中原乱了100多年了，地多人少，要滋养人丁，要鼓励垦荒，自然不能抑制兼并。可东南不同，必须要抑制兼并啊！兼并？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，吴越之地800年间未曾历经大的战事。衣冠南渡之后，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，置田亩，修庄园，开枝散叶，繁衍生息，不与北方门阀相争。安定的时日久了，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，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，便想趁着灾荒之年，贱价兼买贫户之田。这便是兼并，败坏了两汉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。大宋定鼎了20余年，无论是军中将变，还是朝中官吏，大多是新人，要么是东征西讨，于营伍中搏杀出功名的，要么是于乱世中颠沛流离、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。用这些人去治地方，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。故此，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，可在吴越，小弟收的却是包税。九哥，此乃亡国之正言。饮鸩止渴罢了。为了抑制兼并，不得不而。小弟做大王前，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，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。不说地方州县，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，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，逢年打压良家，再年借机兼并。长此以往，百姓卖儿育女，国家财用匮乏，覆灭之危啊！前世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，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，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？流水的朝廷，铁打的世家，在吴越完全是不下乡的。
所以，你纳东南，我亦兼并。其实这20年，我内心盘桓犹豫的，正是此事。我原本想着，交给国家的，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，所以要大姓归宗。大姓归宗。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执拗二者。吴兴沈氏当地豪强，前无可欠。好在先生自30年前与族中不睦，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，可先生却从未理睬。到时候寻个好时机，将他择一大郡安置，只要避开沈家，先生定是可以大刀阔斧的。沈如玉夫子如今尚在，80多岁了，留在王都荣养。事情一旦做起来，沈夫子会率沈氏宗家14房一体窥宗汝南。老夫子能有如此决断，实在让人钦佩啊！这2个都还好说，真正为难的是我家大郎兄。可是，在5月被尊为大令公的那位，如今宗亲之内，以他为尊。无论是变革税制、迁徙世家，若无大郎兄首肯，做起来都要难上10分。更何况纳土。恭逢大郎兄甲子整寿，某谨代表全各宗室，敬大郎兄一盏，为大郎兄寿，为大郎兄寿。14郎啊，酒还是要少吃些，多学学11郎，敬典礼佛，修身养性。咱们这些宗亲啊，能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，不生事，亦不惹事，便是给国家和大王分劳了。这11哥呀，我看他是修佛修成了魔性。你说大郎兄寿宴，他人不来便罢了，这寿礼却进了一串什么檀木珠子。待这宴席散了以后，小弟带大郎兄登府寻他个晦气。来，咱们军中的老弟兄也敬大令公一盏，愿大令公福泽绵细，寿享千秋。来，抬上来。这里是末将为大令公备下的寿礼，大令公甲子之寿。这里是整整60万枚会昌局铸造的开元通宝。东南海贸兴盛，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景，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。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比1000，可到了平安京，变成了1比200，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。这几十年，中原战乱不休，东南偏安一隅，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。银券虽好，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，计量起来也不易。故此这些年，商货往来、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，用的
都是这小平钱。朝廷已经划一了货币，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，分为铜、铁两类。铁钱时可换着铜钱衣，铸铁钱也是没法子。益州那个地方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本地不产铜料，外间的铜料又运不进去。王家和孟家通行的都是铁钱，百姓们也用惯了，一时也改不过来。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，以铁铸钱。材质不同，则币值不一；币值不一，则货价相异。以铜钱兑铁钱，总归是新钱兑新钱，就算麻烦些，也不至于动摇根本。然则，以宋元钱兑开元钱，这可是新钱兑旧钱。一旦用人不淑，上下差池，必定有人从中渔利，在其间做上些手脚，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！九哥说的对啊，若此事不慎，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，彻底沦为贫货。想什么呢？天下要定了，那不好吗？赵匡胤知道，前处所言3事皆非虚言，世家、税赋、钱币，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。能坦言此3事，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。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